原来和我约定了高考结束就在一起的沈燕，并不喜欢我。她喜欢的竟然是1年前转来我们班的转学生苏曼。高考前1周，我接到了10年后自己的视频，视频里的女人穿着干练的职业装，脸上的妆容精致得体。10年后，我和沈燕结婚了吗？我们是不是过得很幸福？你和沈燕没有结婚，沈燕真正喜欢的人是转学生苏曼。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很重要，你一定要牢牢记住。我有点失落，但还是听话地翻出一本笔记本。视频里的人语速飞快地交代：你在数列的列项放小上失分太多，还有1周的时间，你一定要重点复习这一个知识点。鼎盛科技会是一只黑马股，高考结束后，你用最低的价格买入，1年后这只股票会暴涨50倍。未来的行业风口是 AI， 你最好能考上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实验班，考上后记得投资你的同学顾青。这些机遇你一定要把握住，我会在10年后等待更好的你。我点点头。年少的感情聚散离合如云烟，对于女人而言，最重要的还是能握在自己手里的前程。视频对面的人在飞速地说完那些话之后，就自动挂断了。我翻看着笔记本上潦草的字迹，心脏不受控制地砰砰直跳。签字笔的笔尖在沈燕和苏曼的名字上不断地画圈。原来和我约定了高考结束就在一起的沈燕，并不喜欢我。她喜欢的竟然是1年前转来我们班的转学生苏曼。刚才发生的一切梦幻的无法捉摸，如果不是笔记本上记下的几个要点，我甚至怀疑是那只是我脑海里的臆想。翻遍了所有聊天记录，没有任何痕迹能证明我刚刚接过一通跨越10年的视频，仿佛刚才那一切只是我考前压力太大而产生的幻觉。可桌上翻开的笔记本提醒着我，这不是一场梦。我的脑袋有点发晕，可是我知道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。还有1周就要高考了，每1分钟的时间都无比宝贵。我抬手揉了揉眼眶，压下心底那点不值钱的儿女情长，立马从书桌上翻出数学课本，把数列这一节做了重点标记。我的成绩很好，一直是学校里有望冲清北的苗子。不过数学的确是我所有科目里最有可能失分的科目。任课老师时常惋惜地感慨我的底子不错，就是数学偶尔会在难点题型上翻车。若数学能够稳定地吃分，省状元的位置我也有一战之力。我睁大了熬红的双眼，喝了一口桌子边的黑咖啡，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投入这一节的知识点的复习里。我搜索了近10年来关于数列的真题和变形题，又将数学错题本上与这一个知识点有关过的错题全部找出来，最后把所有的题目和解法都记录在单独的笔记本上。还有1周的时间，我一定要完完全全地吃透这一个知识点。整理好这一切，房间里的时钟走到了凌晨2点。我本来以为知道了这么多事的自己会辗转难眠，没想到头刚接触到枕头，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收拾好书包去了学校。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到沈燕家等她一起上学。平时我都会5点起床，走路到沈燕家门口等她。沈燕爱睡懒觉，所以每次我都要在她家门口等半个小时才能等到她。现在想想，自己真是个大傻瓜，不知道在沈燕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。今天我到得太早了，班里的值日工还没到，班级门锁得死死的。我只好躲到学校的小树林里背英语单词，背着背着就沉浸了进去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已经到了7点，离早读课开始还有半个小时。我收拾好书包，正准备离去，却听到了小树林深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好，曼曼。沈燕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文乔说清楚啊？是不是还放不下你的小青梅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对她半点男女之情都没有。只是我爸妈太喜欢文乔了，一直把她当未来儿媳。如果我现在跟她摊牌，她肯定会去我爸妈那里告状，到时候连累你受委屈就不好了。我收敛心绪，坐到了自己的课桌前，拿出昨晚整理好的错题，开始钻研。沈燕走到我的课桌前，文乔，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等我？你不来叫醒我，我起床太晚了，差点迟到，你知不知道？都要高考了，谁还有闲工夫天天去等你？我今天没等你，以后也不会等了。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，就不要站在这里打扰我学习。沈燕明显的怔愣了一下，她摸了摸鼻子，最终只能灰溜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这天之后，
我和沈燕陷入了一个冷战的局面。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砸在了数学的这一个重难点上，剩下的时间里，我要争分夺秒地吃透失分的知识点。1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高考进场前，沈燕破天荒地主动来找我求和。乔乔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们别冷战了好不好？等高考结束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你以前不是一直想去看海吗？我们去鹿城看海好不好？旅游计划我都做好了，到时候绝对让你玩得开心。闻言，我诧异地抬头看他，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于直白。怎么了？你不想去鹿城吗？那我们也可以到别的地方看海。我无奈地问他，所以考前这段宝贵的时间，别人都在查漏补家争取提分，你全部用在做旅游计划上。沈燕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她抿着嘴不再说话，我也不再看她，自顾自地检查文具和手表。好好考试吧，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前面是我的璀璨前程，我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。3天的高考结束了，我心里明白这次自己考得非常好，一直紧绷的神经也终于放松了下来。我回到家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醒来之后，我对着手里笔记本开始思考，在1年后这只股票的市值会暴涨50倍。我打开电脑，查询到鼎盛科技现在的股价是12元，确实是历史最低点。我拉开书桌的抽屉，拿出里面的银行卡，这张卡里是我从小到大攒下的压岁钱，也是我一个普通学生能拿出的全部积蓄。如果我把这笔钱全部投入鼎盛科技，1年后我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万。我握着鼠标的手有点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那可是1000万啊！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我把绑定的银行卡里的20万全部购买了鼎盛科技的股票。就在这时，沉寂许久的班级微信群叮咚声响个不停。我点开一看，班上同学都在积极讨论高考后的班级聚餐，班长号召所有人都来参加这次聚餐，毕竟3年同窗也是缘分。高考之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，下次相聚不知是何时何地。晚上参加聚会的人都准时抵达提前订好的酒店包厢。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沈燕和苏曼一起走了进来。班里几个不知情的同学还在笑着调侃沈燕。燕哥终于考完了，给文乔的表白准备好了没？苏曼低头捏着自己的衣角不说话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周围的同学不明所以地看着沈燕和苏曼。什么情况啊？你是考得不好吗？考得不好你也不用这么伤心啊。你平时成绩不是本来就很一般吗？要不再复读1年得了。旁边的同学用手肘撞了一下体委，帮他圆场。苏曼是因为要和我们分开了，心里难过才忍不住哭了吧？大家打着哈哈将这事敷衍了过去，只是尴尬的氛围弥久不散。沈燕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沈燕主动坐到了我身边。乔乔，考试都结束了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聊聊啊？你想和我聊什么？他去了一眼我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开口。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你说出来我可以改。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们和好吧，像以前一样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执意要和我和好，这本来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和沈燕是青梅竹马，我们的父母是同事，两家住的地方也不远。小时候父母的工作繁忙，都是我跟着沈燕一起上学放学。他对我确实也还不错，1元钱的零花会省5毛下来给我买糖吃。青春期时，两小无猜的情感也逐渐有些变质。高1那年，沈燕在学校的梧桐树下同我告白，她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，眼含期待地看着我。乔乔，我喜欢你，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我和沈燕约定好，高中毕业就正式的在一起。只是后来她开始变了，也许是苏曼刚转学过来的时候。乔乔，苏曼转学过来没朋友太可怜了，你多带带她融入班级好不好？体育课没人跟苏曼一组，你主动跟她组队吧，别让她一个人尴尬。她的借口永远是自己觉得苏曼没人理很可怜，希望我能帮帮她。1次2次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是次数多了，我也咂摸出一点不对劲。有些人注定渐行渐远，不是所有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。我没有责怪过沈燕，所以我郑重地向沈燕许下了承诺。我们又没有闹翻过，为什么要和好呢？你放心，
你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沈燕涨红了脸，欲言又止地看着我。我没说话，因为我不会等任何人，没有人值得我浪费时间为他停留。聚餐结束了，我直接打车回了家。从那以后，他没有再给我发任何消息，也没有再找过我。不用应付他，我也乐得清闲。高考成绩下来了，分数没有辜负我的努力和期待。我考了730分，我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是毋庸置疑的。只是想进入实验班还需要努力。没想到沈燕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。乔乔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读同一个大学吗？你那几分能和我读一个大学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沈燕不可置信地盯着我。温乔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蛮不讲理？就算我成绩不好，没办法和你读同一个大学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啊。京城离家太远了，我们一起去临安怎么样？临安大学也是985啊，我和曼曼的分数可以读临安大学下面的附属学院。你的意思是要我为了你放弃读清华大学的机会？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？既然你和苏曼的分数可以上临安大学附属学院，你们两个就一起去上吧。我的人生也很重要，你的人生我就不奉陪了。那天我和沈燕不欢而散，这次决裂也给我的青春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之后我就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沉浸在数学题里，直到我的同桌给我打来电话，电话里他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温乔，你知道沈燕和苏曼在一起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了，他们在高考前就在一起了。什么？那沈燕不是脚踏两只船吗？我听体正说，高考前他还在策划高考结束跟你告白呢。沈燕真的瞎了眼，你这么优秀，他竟然没选你。我努力变得优秀，不是为了让沈燕选择我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不在他的计划里，同样，我的计划里也没有他。能轻易失去的东西，本来也谈不上有多遗憾。大学开学，我参加了学校的2次选拔，成功的进入了计算机信息实验班。班上的同学们都很卷，大家每天都行色匆匆的。顾青这个人，我在第一天看见了，因为他是这个班上的大佬。同学，哪些题目不会做，我帮你看看。他是个好人，但是却是个很难接近的好人。直到我在室友段凌的手机屏保上看见顾青的照片。你认识顾青吗？当然认识了，顾青是我男朋友啊。我看着段凌手机上的照片问他，大佬看起来并没有世俗的欲望啊，竟然还会谈恋爱。段凌羞红了脸，他和顾青是青梅竹马，顾青还会抽出时间给段凌补课。你并不是为了我在努力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就算以后我们不会在一起，我也希望你能过更好的人生。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。3年前，我连做梦都不敢梦自己能考上清华大学。大2那年，顾青手里有一个超前的 AI 智能研发项目。这个项目的前景巨大，但是因为顾青的资历尚浅，圈内投资人都觉得太过冒险，不敢轻易投资。他早出晚归的四处拉投资，却屡屡碰壁。不过顾青还是不想放弃这个项目。看着他熬夜打磨项目的模样，我知道属于我的机遇来了。我果断卖出手上所有鼎盛科技的股票。顾青成立了一个初创公司，他以核心技术入股，而我凭借最大额的投资，成为公司的最大话事人。5年后，段凌和顾青的结婚前夕，我们寝室在酒吧为段凌举办了一场单身派对。大家坐在一起谈论逝去的青春，谈论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我坐在高档酒吧的舒适沙发上，看着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定制套装，桌子上放着手工质感的皮包，手腕上戴着设计简约的手镯，不禁感慨道：我高中的时候没有想到过自己能过上这样的生活。那时候我想的最多的是考上一个好大学，和年少喜欢的男孩子在同一个城市读书。毕业后，我们2个在读书的城市里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，一起赚钱养家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和年少喜欢的人在一起呢？大概是因为他先喜欢上别人了。段凌嘻嘻哈哈地扑到我怀里。那你是不是要感谢他，成就了如今的你？我把他扶起来放在沙发上。才不是呢，我只想感谢我自己。顾青因为女儿的降生更加努力的工作，
因为顾青的努力，我的资产又翻了数十倍。现在的钱对于我而言已经没了意义。高中毕业的第10年，高中的班长组织了一场久违的班级聚会，我也应邀请来到了聚会现场。高中的同学们都大变样了，这也是我高中毕业以来第一次再见到沈燕。聚会结束后，沈燕踌躇了一会儿，还是走到了我的面前。有些话当年没有说出口，那就永远不必再说了。班级聚会散场后，我独自坐进黑色轿车的后座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段凌发来的消息。我笑了笑，回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。车子驶过中心广场的时候，我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站在便利店门口，低头翻找零钱。我让老陈靠边停下。陈老师，文乔，好久不见了。我下车走到他面前，发现他手里攥着的是一包挂面和2枚鸡蛋。我二话没说，买了2大袋营养品和水果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打我电话。文乔，你真是出息了。我送他回医院的路上，陈老师忽然说：“文乔。”他说：“你还记得苏曼吗？他前年来找过我，想让我帮他开一张高中成绩单。他说他想申请国外的学校，但高中那点成绩根本拿不出手，想让我帮忙改一改。我当然没答应。后来听说他去了临安大学附属学院，前段时间听说他跟沈燕分手了，闹得挺难看的。”回到公寓，我泡了一杯热茶，翻看公司的季度报表。AI 行业的风口还在持续扩张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沈燕打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文乔，我今天见到你了，你还是那么好看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……电话那头沈燕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沈燕，你喝多了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我打断他。你别挂电话！我知道我当年做错了，我不该一边跟你承诺，一边跟苏曼在一起。我这10年过得很糟糕，工作丢了，女朋友也分了，我爸妈天天念叨你。沈燕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变成了一声急不可闻的哽咽。文乔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我轻轻呼出一口气，说了一句不能，然后挂断了电话，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人这一生要往前看，那些半路走散的人就不必再找回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顾青来了公司，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，他神色严肃地坐在我对面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文乔，有件事我要跟你商量。段玲怀孕了，我想休一个长假陪她。”愣了一下，随即笑起来：“这是喜事啊，你直接休就行了，公司这边我盯着。”不是休假的事儿，是段林想回老家生孩子，他爸妈年纪大了，他想离父母近一点。我打算陪他回去住1年，但是公司这边……我明白了他的顾虑。这样，你在老家远程办公行不行？核心决策我们线上沟通，遇到重大问题我飞过去找你。你放心陪段玲，公司的事儿我来扛。顾青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文乔，当初如果没有你那1000万，这个项目早就夭折了。我一直记着。我们是合伙人，说这些见外了。你把段玲和宝宝照顾好，就是对公司最大的贡献。”顾青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城市天际线。当初那通来自10年后的视频电话，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每一个字，如今都变成了现实。只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想明白，那个10年后的我到底是怎么打来那通电话的？这个疑问一直盘桓在我心里。我不死心，又翻出了当年那本笔记本，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了，上面的字迹清晰如昨。我注意到一个之前从未留意的细节，最后一句话的末尾有一行极小的字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那行字写的是：“如果能看到这段话，
说明你已经走到了足够远的地方。去云城，找一家叫时光邮局的店。云城时光邮局，10年后的我，在10年前就留下了这个线索。我当即订了第2天飞云城的机票，连助理都没带。云城古城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，我撑着伞走了整整1个下午。天黑的时候，我坐在一家小酒馆门口歇脚，老板娘端了一杯热姜茶给我。你说的那个地方，好多年前就关门了。原来的老板是个怪老头，整天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老板娘，请问往云城民宿怎么走？我急忙问他那家店原来的地址在哪里。老板娘指了一个方向，我道了谢，冒着雨跑了过去。民宿的老板是个年轻女孩，听说我来找时光邮局，笑着说：“请问这里能寄信给未来吗？”您是我见过的第3个来找这家店的人了。还有呢，一个是4年前来的，一个老太婆，看着得有60多了；另一个是2年前，一个男的，30、40岁的样子。老板，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那个老太太说，以后会有一个年轻姑娘来找她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民宿老板从柜台下面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。温乔，35岁，拍摄于2025年。别找了，未来的你不在这个时空，能走到这里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剩下的路要自己走了。字迹和笔记本上一模一样。我坐在民宿的台阶上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。我忽然明白了一些事。那通视频电话，那个10年后的我，也许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线。在那个时间线里，我没有接到电话，没有投资鼎盛科技，也没有和顾青合作。那个我，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他拼尽全力穿过了时间的缝隙，只为了给18岁的自己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而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：剩下的路要自己走了。我把照片和纸条仔细收好，起身走进雨里。凌晨的夜很凉，但我的心是热的。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来自未来的指引了。我要靠自己走下去。回到公司之后，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专注于资助偏远地区女孩的教育。段玲在电话里问我：温乔，你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啊？因为曾经有人给过我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现在我想把这份机会传递下去。基金会成立那天，来了100多个媒体记者。我穿着简素的白色套装站在台上，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。18岁那年，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未来的礼物，那份礼物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每一个女孩都值得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。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就是要为那些还没有机会选择的女孩推开一扇门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我在人群里看到了陈老师，他坐在最后一排，悄悄擦着眼泪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打开抽屉，拿出那张在云城得到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女人笑着，阳光明媚。我对着她说：谢谢你，温乔。接下来换我来成为别人的光了。1个月后，基金会的第一批项目落地。我们在黔州、滇州、陇州3个省份选了10所中学，设立了温乔奖学金，每年资助500名家庭贫困但成绩优异的女孩完成高中学业。项目启动的第3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封上贴着邮票。温阿姨你好，我是王小芳，今年13岁。老师说你给我们捐了钱，让我们能继续上学。我妈妈说让我给你写信，要跟你说谢谢。我想当医生，因为我想治好我奶奶的眼睛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给助理发了条消息，让他帮我买几本初中的生物和医学入门书，寄给王小芳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向前走。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偶尔和段玲视频，看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听她抱怨顾青给她做的饭太难吃。这年冬天，段玲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顾念。顾青抱着小小的婴儿，手足无措。段玲躺在床上笑她笨手笨脚。我坐在床边，温乔，你什么时候也找一个啊？总不能一直单着吧？
我现在挺好的，有事业，有朋友，有想做的事儿。你不能因为沈燕那个渣男就不相信爱情了。不是不相信，是我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。一个人也很好，两个人的话，那个人得比我还要喜欢我自己才行。得了吧你，这标准定的也太高了。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，我看着那些雪花，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午后，18岁的我坐在书桌前，接到了一通来自10年后的电话。那时候的我一定想不到自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过年满月那天，顾青和段玲办了一个小型的满月酒，只请了最亲近的几个朋友。文乔，我觉得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以前的你身上总有一种在赶路的感觉，好像身后有什么在追你似的。现在你松弛了很多，像是一个终于走到了目的地的人。可能是因为我终于知道那条路不用急着走完，路边的风景也值得停下来看一看。那天晚上我从段玲家离开的时候，雪已经停了，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温暖地亮着。我开车穿过熟悉的街道，忽然想去一个地方。我把车停在了一所高中门口，正是10年前我毕业的那所学校。校园里空荡荡的，只有门卫室亮着一闪昏黄的灯。教学楼、操场、小树林都还和记忆里差不多。1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我每天5点起床，背着书包走过这条街，在沈燕家门口等她。那时候我以为她是我的全世界，现在回头看，那不过是一段很短的青春路。我在校门口站了很久。你找谁？不找谁，就是路过看看。大爷打量了我几眼，忽然说：“你是温乔吧？”大爷笑着说：“我在这儿看门看了20年了，你上学那会儿天天从这儿过，我记得你，电视上见过你，厉害呀，小姑娘！现在变化大喽，新盖了实验楼，校长都换了3任，门口那棵老梧桐都移走了。”我听着这些细碎的变化，恍然觉得10年真的过去了。离开学校之后，我沿着当年上学的那条路慢慢走，路边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只有巷口那家卖豆浆的小摊还在，摊主换成了一个年轻人，大概是当年那个老摊主的儿子。我要了一杯原味豆浆，站在路边慢慢喝，味道还是那个味道。我想起高3那年的每个早晨，沈燕都会带一杯豆浆给我。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喜欢，后来才明白，那不过是一种习惯。习惯了有人等，有人陪，有人顺路带一杯豆浆。真正重要的，从来都不是那杯豆浆，而是在那之后漫长岁月里，你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助理发来的消息，说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女生考上了医学院，想亲自来谢谢我。我回了一句，让她好好读书，别急着谢我，等她真正成为医生那天，再带着她的白大褂来见我。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浆，把纸杯扔进垃圾桶。夜风穿过巷子，带来远处夜市热闹的人声。我拢了拢大衣的领子，朝着停车的方向走去。身后那杯豆浆的温热还留在掌心里，像18岁那个夏天的温度，遥远却又真实。第2年开春，基金会的规模扩大了1倍。我们和国内10几所高校合作，不仅资助学费，还提供职业规划和心理辅导。我开始频繁地出差，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，见那些坐在教室里眼睛发亮的女孩们，她们每一个都像极了18岁的我，迷茫不安，但心里又藏着一团火。在凉山的一所中学里，我遇到了一个叫阿依的女孩，她16岁，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，她是老大。想考哪所大学？我想考京城的大学，想学法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村好多女孩被嫁出去的时候才15、16岁，嫁的都是些30、40岁的男的。我不想那样，我想帮他们。你一定能考上，学费和生活费都不用担心，我们基金会包了。你只管往前走，别回头。阿姨看着我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，但嘴角却在笑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那个来自10年后的我为什么要打那通电话，不是为了让我赚钱，不是为了让我成名，
而是为了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成为另一个女孩黑暗里的一束光。回京城路上，我在飞机上翻看那本笔记本，纸张的边缘已经磨得发毛，字迹也有些褪色了。在去云城找一家叫时光邮局的店下面，用笔加了一行字：飞机正在穿越云层，舷窗外是大片大片的云海，阳光从云的缝隙里透下来，像碎金子一样洒在机翼上。我靠着椅背闭上眼睛，嘴角不自觉地弯起来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失去了一个少年时代的约定，却得到了整个辽阔的世界。18岁那年，我害怕失去沈燕，以为没有她日子就过不下去。35岁这年，我坐在几万米的高空，心里装着的是1000多个女孩的未来，哪个更好？答案不言而喻。飞机降落的时候，京城正是黄昏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，老陈已经在出口等了。温总，你脸色好多了。这趟出差是不是很顺利？特别顺利，比拿下一个大项目还开心。就顾念1岁生日那天，我去顾青家吃饭，小家伙已经会摇摇晃晃地走路了，迈着小短腿满屋子跑，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没人听得懂的话。段玲追在后面喂饭，累得满头大汗。顾青在厨房里忙活，油烟味和饭菜香一起飘出来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家3口，心里暖融融的。段玲终于把顾念摁在了餐椅上。文巧，我听说沈燕要结婚了，跟一个什么公司的文员，比她小8岁。她爸妈气得不轻，嫌人家家里条件差。她结不结婚跟我没关系。我知道没关系，我就是觉得好笑。当年他在你和苏曼之间摇摆不定，挑来挑去挑了苏曼，结果呢，苏曼跑了，他爸妈念叨了你10年，现在找了个小文员，他爸妈又不乐意了。他这辈子就活在别人觉得里，自己从来没想清楚过到底要什么。顾青端着菜出来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活不明白，温乔活明白了，这就够了。干杯，为我活明白了。9月的时候，阿姨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，她考上了政法大学，录取通知书到了，她激动地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。阿姨，你做到了，接下来4年好好读书，毕业以后你想回凉山也好，想留京城也好，我都支持你。温阿姨，等我当了律师，我要回凉山去，帮那些被卖掉的女孩子打官司。好，我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阳光正好，洒在玻璃幕墙上，折射出漂亮的光晕。我想起18岁那年接到视频电话时的慌乱和惊喜。那时候我以为人生最大的福气是和一个喜欢的人白头到老。10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人生最大的福气是成为自己生命里那个最重要的人。这年冬天，我去了一趟国外，不是出差，是休假。我一个人住在一间湖边的小木屋里，每天早上醒来，推开窗就能看到雪深的雪顶。白天我沿着湖岸散步，晚上坐在壁炉前看书。手机信号不好，正好省去了所有社交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落日，天边烧成一片金红色，湖面上倒映着山影和霞光，安静得像一幅画。从国外回来之后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云城的信，发件人是那家民宿的老板。他在信里说，有个老头来店里找他，自称是当年时光邮局的老板。他留了一个盒子，说等一个叫温乔的姑娘来取。我当天就订了机票飞去云城，还是那条巷子，还是那家民宿。民宿老板把盒子交到我手上，是一个巴掌大的木盒子，上面刻着一朵向日葵。我回到酒店才打开它，盒子里有2样东西，一样是一张照片，拍的是时光邮局的店面，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白胡子老头，笑容憨厚。照片背面写着，我愣住了，那个所谓的怪老头是我爷爷。
爷爷在我12岁那年就去世了，他是个物理老师，一辈子没什么大成就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捣鼓各种不可能的发明。小时候他常常把我抱在腿上说：乔乔，爷爷告诉你，时间不是一条直线，它是个圆子。有些事情你觉得是未来发生的，其实是过去早就安排好的。时候我只当他在讲故事，现在我握着那张照片，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。盒子里第2样东西是一台巴掌大的，看起来很简陋的机器，机器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行字，翻遍了房间才找到3节电池。安装好之后，我对着浴室里的镜子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红色按钮，机器发出一阵嗡嗡的声响，镜子里的影像忽然扭曲了一下，然后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乔乔，你来了。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。镜子里的他继续说：别怕，这台机器只能传影像，传不了声音。我能看到你，你看不到我说话的内容，所以我提前录好了这段话。你肯定已经去云城拿到这个盒子了。爷爷当年去世之前，把这2台机器的图纸留给了我，我花了好多年才把它做出来。我第一次用，就是给你打那通视频电话。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我做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让另一个时空的你不用走我走过的弯路。我那条时间线里，因为关键的选择出了差错，错过了本该属于你的人生风景。走到35岁回头看，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该为自己拼命的年纪，把时间和心思都花在了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。镜子里的他停顿了一下，伸手擦了一下眼角。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把机会送到18岁的你面前。你比我聪明，比我果断，你做的比我好太多了。我看到基金会的新闻了，乔乔，你真棒，爷爷会为你骄傲的。他笑起来，笑容里带着泪。好啦，录这段话的时间快到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消息了，你要自己走。记住，你人生里的每一朵花都只为自己开。影像慢慢变淡，最后消失在镜子里。我蹲在地上，抱着那个小小的机器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那天晚上，我住在云城的民宿里，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里爷爷还活着，坐在老宅的藤椅上教我折纸飞机。瞧瞧你折的飞机，一定能飞得最远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飞机上写着“远方”2个字啊。我打开窗户，古城的晨光铺满了青石板路。我收拾好行李，把那个木盒子和机器小心翼翼地包好。退房的时候，民宿老板问我：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一个答案。他笑了笑，没再追问。我走出民宿，沿着古城的石板路往停车场走。路上经过一家花店，门口摆着大树的向日葵，金灿灿的，像极了我那张照片里的花田。我停下脚步，买了一支向日葵，举在手里，朝着太阳的方向照了照。老板在屋里喊：姑娘，一朵花也这么开心啊？因为这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花。回到京城之后，我把爷爷的那台机器锁进了保险柜。那台机器能跨越时空传递影像，但我知道我不能用它。未来的路要自己走，这是爷爷和那个我留给我最后的教诲。公司上市那天，我站在交易所的大厅里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心里出乎意料的平静。文乔，你看，你觉得这一切像梦吗？不像，这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。敲钟的那一刻，台下掌声雷动。我穿着那件白色的套装，和照片里那个女人穿的一样，对着所有镜头微笑。我知道这张照片会被印在财经杂志的封面上，会被很多人看到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个在向日葵花田里笑的女人，那个打了通跨时空电话的女人，那个坐在云城民宿台阶上流泪的女人，她们都是不同时间线上的同一个我，而我们最终都走向了同一个终点，把自己活成了最想要的样子。上市之后的庆功宴很热闹，公司上下几百号人都在。我喝了几杯酒，脸有些发烫，靠在阳台上吹风。温总今天格外好看啊，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
文乔，我有时候觉得你特别幸运，那么早就能拿到信息，买股票、投资顾青，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。看着远处的城市灯火，运气确实很好。但是玲玲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自己不努力，就算有人把全部答案告诉我，我也考不上清华大学，拿不下实验班的笔试，更不可能让顾青愿意跟我合作。那些信息只是一张地图，路是我自己走的，为你自己走的每一步，为我们自己走的每一步。庆功宴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我喝的有点多，没让老陈来接，自己沿着街道慢慢走。京城的夜风带着初夏的暖意，路边槐花开得正好，香气一阵一阵的飘过来。路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，我想起18岁那年高考前的夜晚，我坐在书桌前，一遍一遍地翻数列的错题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不知道沈燕和苏曼的事，不知道鼎盛科技会暴涨，不知道顾青会成为行业领袖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那个来自未来的自己，然后把手里每一道题做好。10年过去了，那些曾经觉得天大的事，如今都变成了记忆里微小的尘埃。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个在深夜喝黑咖啡，对着错题本咬牙坚持的女孩。她成就了现在的我。我走进便利店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两头灌了半瓶收银台。后面的小姑娘看着我利落干练的样子，眼睛里带着明亮的光。我付了钱走出去，想了想又折回来。你很精神，以后一定也能过得很好。不管做什么，记得先为自己活着。小姑娘愣了一下，然后用力点头。我继续往前走，经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花店。玻璃窗里摆着各种各样的鲜花，百合、玫瑰、雏菊，还有大束的向日葵。我走进去，挑了一束向日葵抱在怀里。店主是个年轻的男孩子，笑着说：“这么晚还买花啊？庆祝一下。”庆祝什么？庆祝我35岁了，还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那得再送你一支，祝你一直这么开心。抱着那一大束向日葵走出花店，夜风把花瓣吹得轻轻颤动。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头顶是辽阔的星空，路灯光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想起那些年在沈燕家门口等待的早晨，想起小树林里听到的那些话，想起坐在高考考场上的心跳声，想起把20万全部投进股市时的颤抖，想起顾青说项目做出来了时的狂喜，想起云城的雨和爷爷的纸飞机。所有的所有汇成了此刻的我，一个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就能活得很好的人，一个有能力照亮别人的人，一个把自己2个字放在生命最中间的人。回到家，我把向日葵插进花瓶里，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。金色的花瓣在灯光下舒展着，像一个个小太阳。我洗了澡，换好睡衣，坐在床上打开手机，微信里堆满了庆功宴的祝福消息，我一条条的回过去。最后一条消息是助理发来的，说明天上午有一个采访，是财经杂志的。对方想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我回了一句：没什么秘诀。如果一定要说，就是18岁那年，我学会了一件事儿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关了灯，躺下来，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，正好落在那一束向日葵上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带着笑。18岁的温乔，谢谢你愿意相信那个来自未来的声音，谢谢你那周拼命刷数列题，谢谢你孤注一掷地买下那只股票，谢谢你选择了清华大学而不是临安。35岁的温乔会带着你所有的勇敢和决心，继续往前走。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但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有自己。第2天采访的时候，记者问我最后一个问题：温总，如果让你对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别怕，你选的那条路是对的，他没有陪你走到最后，但你走到了比他更远的地方。以后的日子，每一朵花都是为你自己开的。采访结束之后，我站在大厦的落地窗前，
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群。他们每个人都像当年的我一样，忙着赶路，忙着爱一个人，忙着寻找某种确定。但其实人生最大的确定就是你自己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阿姨发来的照片。她穿着军训的迷彩服站在操场上，晒得黑黝黝的，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大大的 VV。窗外阳光正好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从此以后，鲜花赠自己，山海亦赠自己。